係嗰網友啊，繼南京紅姐之後咧，呢單嘢又上大陸嘅熱搜榜嘅。哇！有辱國格啊，幾嚴重啊！哇！中國呢個咁偉大嘅國家，14億人，5000年輝煌歷史，有一條友隨便同人哋上床，就叫有辱國格，係咪得意呢？啊，係咪得意呢？好啦，我哋成日睇呢個古仔。真係咧，呢個古仔咧就真係，首先呢條友係好抵死嘅，嗰條女咧其實咧亦都係好抵死，但係咧咁樣去對付佢哋咧係唔啱嘅。呢個係2024年12月6號，37歲嘅烏克蘭退役電競選手，佢已經退役㗎啦，37歲。Zeus 喺上海參加，佢已經打過咗 Prime 啦，30幾歲。CS2 世界錦標賽期間，同大連工業大學21歲嘅女學生李欣時發生一夜情。21歲，佢17歲，一夜情。舊年12月16號 ，Zeus 同李欣時咧11號就係透過電競活動識嘅，第一日見面就發生關係。呢個李欣時咧係有個男朋友嘅，係異地戀啊，異地戀啊，佢咧就係依然喺戀愛關係中。事隔2日，呢個嘢將武打馬賽克嘅開房私密影片同照片發布去 Telegram， 因為佢係電競選手咧，有班 fans 向粉絲炫耀佢嘅戰果。Zeus 喺影片配上嗱，呢個係趙元暢嚇，我話俾你聽，呢個人嘅人格當然係大鑊啦，人格大鑊，但係同埋應唔應該坐監，係唔應該懲罰咧，係兩件事嚟喎。中國女仔一日就被征服，中國女仔係 easy girl， 拿下佢哋咧就好似巴西牛扒咁簡單。呢啲咁嘅侮辱性言論，即係趙元暢呢條友係。影片顯示咧，嗱，呢個女仔明知人哋拍緊，對住鏡頭向 Zeus 粉絲打招呼，仲餵對方食零食，喺 Zeus 嘅引導下表現親密。全片影片喺全球網絡擴散，外界譴責 Zeus 不尊重女性。李欣時被批評有損國格。嗱，呢條友即係點講呢？你同人哋搞一夜情唔緊要，其實咧一夜情咧係唔應該公開人哋嗰個樣嘅同埋名嘅。呢個女仔竟然俾佢拍，咁呢個係蠢啦，即係好似阿嬌咁，太過天真，太過傻啦，係咪？而且咧覺得咧就好似好光榮咁去外國，係咪？而且咧呢個係侵犯人哋嘅私隱權啊！呢個係侵犯私隱權，而且仲講啲咁刻薄嘅説話。中國女仔係個 easy girl， 一日就攞咗落嚟，好似食巴西牛扒一樣。呢啲係侮辱呢個中國女性嘅嘢。即係有一個中國女性係咁，並不表示所有中國女性係咁啊嘛，係咪？李欣時被批評有損國格，嗱，呢個就係嚴重。李欣時同人哋一夜情，你可以批評佢嘅道德啊，你可以批評佢道德，但中國並冇法律制止一夜情喎，係咪啊？如果係咁呢，你唔該你執法啦。日日喺啲大城市有幾多人一夜情？唔好講話一夜情啊，你有冇掃清晒所有嘅啲色情場所同埋叫雞場所呢？如果你掃清晒佢，咁咪導致更多南京紅姐咯。即係道德責難係一件事，性行為呢係每個成年嘅人自己管自己嘅嘢。佢性行為隨便中意同人哋上床，咁顯示佢對於呢樣嘢唔重視，亦都唔重視性行為同埋戀愛之間係應該有關係，覺得唔重要。亦都唔重視呢個性行為同埋衞生之間嘅關係。嗱，呢啲一連串可以 query 嘅嘢，
但係我哋呢個中國社會有冇一條法例係唔準人哋一夜情，唔準有婚外情？冇，尤其是呢個女仔未結婚就冇嘢可以束縛呢個女仔喎，呢個係。好啦，就算係一個人嘅問題，個人問題點會損害國家呢？喂，中國無數人喺度做雞啦，而家咁個國格去咗邊度呢？如果中國起碼有幾百萬人做雞啦，咁唔爭在一個人一個女仔有一夜情啦，係咪？點會損害到中國嘅國格呢？嗱，我講俾你聽，呢啲呢後邊嘅思維呢，就根本嘅思維呢就係咁，覺得呢女人呢就係性發泄嘅工具，而呢個性嘅發泄嘅工具呢，就係私有財產嚟嘅。中國女仔作為性發泄工具，只係俾中國男人用。如果俾鬼佬用，呢個就叫做喂，就係即係我哋呢個就係蝕底咯。其實就係即係等於呢，如果你個中國女仔同日本人咁啊，咁你就覺得佢侮辱有辱國格係咪？但係呢個中國男人去同日本女仔，哇！你覺得佢呢大展雄風喎，係咪令到國家為國爭光啊？啊，係咪咁啊？其實呢個係個性別歧視，呢個係一個舊到冇掉咗牙嘅呢一個對兩性嘅標準嚟到擺喺呢度，而再升級到民族主義嘅情緒。網民起底話 Suze 咧有個已婚有個15歲嘅女，同李思欣年紀相仿，爭幾歲啦？咁咧就係呢個好可能啦，30幾歲呢個人係好可能結咗婚啊！呢啲烏克蘭人都好早結婚，咁佢係搞婚外情，一夜情。婚外情咧，佢就係對佢嘅老婆唔住，就唔關你哋事，知唔知啊？就係佢道德敗壞。佢道德敗壞就對佢老婆嘅道德敗壞，就唔關你哋事。至於37歲同21歲嘅年齡差距好細啫。如果係咁啊，當日你點解容許阿翁帆嫁俾阿楊振寧啊？差60幾歲啊？李恩慈得知容顏被曝光，嗱呢度有，仲要擺啲咁嘅相出嚟影相添，擺個咁嘅樣出嚟添，相當唔高興。係大鑊咗之後，佢先至知道唔高興。佢影嗰陣時你知嘅，你有冇問過佢會唔會擺上去？你問佢會唔會擺上微信、微博啊？唔會，咁就得啦。擺咗去 Telegram 唔緊要。喂，唔知會傳翻嚟，侵犯隱私權、肖像權、名譽權。2025年1月1號，佢道歉啊，俾人哋鬧到阿媽都唔認得。但呢個係網上霸凌。行為不當造成負面影響。佢 Suze 過去趁出國比賽多次同亞洲女仔約炮，呢個唔係偶發行為，我相信係呢個人呢，就利用佢呢啲咁嘅鬼佬呢啲咁嘅身份，電競表演呢啲咁嘅身份呢，就約啲女人，搞啲女人。事件發酵期間咧，佢已經離開中國返回烏克蘭，所有責任後果李恩慈一個人承擔。半年來，中國官方一度冇明確通報。7月8號，校方關於2級與李恩慈同學開除學籍處分，哇咁嚴重！因為原來婚外即係呢個一夜情係可以踢出校嘅。佢base on乜嘢呢？大連工業大學學生違紀處分第19款第6條開除處分，呢個就係嗰個處分咧，就話佢呢個條例咧，就話同外國嘅人啊，就係有呢個行為不檢啊。其實咧，當初咧唔係講性行為嘅，即係話即係同嗰啲外國學生打交啊啲咁嘅嘢咧，歧視外國人咧就可以。而家咧就變咗引呢條咁嘅條例。其實咧係冇人試過引一條咁嘅條例，將人哋踢出呢個大學嘅，因為
你都知幾辛苦打入大學，呢樣一樣好緊張嘅嘢。公佈罕見而且非常惡劣，喺標題同正文完整用佢個名，即係你叫佢邊度都唔使去。呢個係 bully 嚟嘅，網暴嚟嘅，引發輿論對隱私保護嘅質疑，牽涉到性嘅嘢，尤其是我哋一定唔會賣全名嘅，呢個一定唔會賣全名嘅。7月13號事件俾好多媒體披露之後咧，出軌 SUS 女生被學校開除，衝上微博熱搜第一，大鑊咯！呢個係呢個人邊度都唔使去喎。嗱，校方援引與外國人不正當交往，乜嘢叫不正當交往？有損國格校譽嘅，都係給予記過及以上嘅處分。你至多咪記過嚇？乜嘢叫做不正當交往啊？呢個係有損國格校譽嘅視情節，給予記過同埋以上處分。第30條第6款，呢個條款係針對違反社會公德嘅，呢個就係乜嘢叫違反社會公德？呢個就係譬如喺公眾場所嘅不明喺公眾場所教室啊、實驗室啊嗰啲咁嘅嘢嚇，做呢一個親密行為啊、講粗口啊、食煙啊嗱，未婚性行為咧可以記過喎，原來咁得意嚇，呢個就係但都係記過啫收埋淫褻啲嘢，但係就係冇咁嚴重嘅，呢個就係冇咁嚴重嘅，用呢一條。校方認為2024年10月16號嘅不當行為造成惡劣負面影響，符合開除學籍嘅條件。嗱，你有冇做唔緊要啊，即係佢嘅意思係呢個大陸嘅法律咧就好得意嘅，造成惡劣影響。咩叫造成惡劣影響啊？就即係社會人士就係好大嘅輿論反應，因此就要做一啲嘢嚟到安撫，因此就可以開除你嘅學籍。校方將私人道德問題上升到有損國格，因為咧嗰個多數咧都係至多係記過嘅啫，冇可能踢出校嘅，成為處分嘅核心理由同爭論焦點。知名律師話有3大爭端。學校咪有權評價學生嘅私生活呢？喂，你其實真係學生嘅私生活係受法律保障嘅喎，成年人嘅私生活、成年人嘅性行為係冇人可以規範嘅喎，學校係冇權規範。處分係咪恰當呢？係咪太過重呢？至多咪警告下。點解唔追究外國人嘅法律責任呢？你應該維護個學生，個學生俾人哋暴露咗，你應該告呢個外國人係咪？要佢封網係咪？好，然後咧，好多人質疑學校管理許可權同範圍嘅界定，學生嘅行為冇違反法律法規，淨係道德層面啫。校方有乜嘢權干涉？有乜嘢權干涉？浙江豐國律師事務所陳松圖認為校規本身冇問題，嗱，大陸人認為冇問題，用呢度咧係過於嚴厲，係處罰過嚴啦。嗱，大陸人呢啲咁嘅同官方合作嘅律師樓咧就會咁講，呢個就係我哋自由主義者咧就認為咧校方係冇權管人哋嘅私生活嘅。但係咧 ，SUS 嘅行為咧涉嫌侵犯私隱權，任何人不以刺探、侵擾、洩漏、公開方式侵犯人哋嘅隱私權。你公開晒佢成個樣同個名咧，呢個係大鑊嘅。如果佢傳播嘅內容構成淫穢影片或傳播範圍過廣，可能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同刑法嘅規定，係可以坐監嘅。但呢種行為去到呢啲咁樣咧，係唔會坐監喎，呢啲係唔會坐監喎，呢個係律師批評 SUS 冇受到任何法律紀律處分，中國女學生面臨開除學籍，明顯不公。嗰個人走咗，你冇佢辦法啦，但係開除學歷，好明顯係錯嘅。支持校方嘅網友認為咧，只要危害社會嘅事都唔係私事，
佢點危害社會呢？呢個係就係因為覺得中國女人就係中國男人擁有嘅泄慾工具，對洋人主動獻身投懷送抱，明顯損害國格效義。原來唔可以嫁外國人，咁嫁外國人得唔得？同外國人發生性行為唔得，嫁外國人得唔得啊？我問你，呢個就係反對校方嘅網友，私人生活都冇傷害邊個，校方有乜理由開除學籍啊？佢係受害者，被公開曝光行刑啊！好多名女網友憤怒指出，呢個人係好離譜，呢個人係趙元暢。輿論對女性道德譴責遠高於男性，其實內心就係將女性作為你哋擁有嘅鐵鏈女同埋泄慾工具。如果角色對調，中國男仔外籍女性呢，校方係覺得為國爭光係咪？人民群眾唔會義勇焚英，哎呀好嘢啊！佢搞到個鬼妹啊，係咪咁啊？部分網民提出山東大學黑人男學伴案例，喺山東大學呢，每一個黑人嚟讀書呢，就整一個女學生陪佢讀書嘅，咁你知會發生咩事啊？呢個係前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批評校方決定，認為話咁我同意你胡錫進咯，李恩時有損國格。佢本身係互聯網事件嘅受害者，你唔可以話有損道德，你可以話佢個人隨便，你可以批評佢隨便。真正受懲罰嘅 SUSE 建議實施經濟制裁，永久禁止進入大陸同香港、澳門。校方應該係記過，至多係記過。SUSE 7月13號針對事件發出回應，否認講過中國女生伊時。話尊重中國同中國文化，呢個嘢整一段嘢出嚟啊！佢覺得咧呢個係一個生命嘅平常時刻嚟啫，呢個就係而家咧佢就明白咧就係呢件事嘅嚴重性啦，佢已經刪咗啦，佢唔係想傷害任何人，呢一個係佢冇隱藏任何嘢，呢個就係佢冇結婚。唔係談緊戀愛，話佢有老婆有仔女呢，都係錯嘅。呢個係呢個就係佢嘅解釋啦。呢個就係好啦，佢冇話過中國女仔伊時，呢個係唔錯嘅。佢深深地尊敬中國同中國文化，佢冇做錯事呢個女仔冇同佢講話佢有個男朋友如果唔係因為呢樣嘢呢。如果佢話俾佢聽呢，佢就唔會同佢發生性關係嘅，但係呢個係你哋呢班人嘅行為呢係好可怖嘅，唔睇事實，只係呢就係寫啲仇恨嘅語言，呢個就係好啦。我哋睇第二件事，係唔係應該呢一個退學呢？廢除佢嘅學籍呢？你睇下呢單嘢，你就知道幾離譜，咁樣都唔廢除學籍。2020年4月17號，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判決，浙江大學土木工程系2016年級哈薩克族學生努爾特巴特爾強姦罪，有期徒刑1年6個月，緩刑1年6個月。我唔知強姦罪罪名成立，判1年零6個月已經係輕啦，仲要緩刑，係咪因為佢係外國人啊？根據浙大校紀呢個學生違紀第17條，如果被判緩刑呢，校方可以選擇留校察看，俾機會繼續讀書，或者開除學籍。但係強姦你梗係要開除學籍啦。2020年7月17號，浙江大學實施留校察看1年，監守行為1年，而唔係開除學籍。強姦人都唔開除學籍，佢同人哋發生一夜情，開除學籍，因為呢個係外國人，外國人係 untouchable，
容乜易搞彎咗同哈薩克嘅外交關係啊？其實就係咁解嚇。公眾輿論反應呢個係終於開除佢學籍嗱，去到咁嚴重嘅嘢，大家就知道大陸嗰啲標準係點咯。呢個就係好啦，嗱，呢隻嘢好多人買啊，啲韓國土雞成大隻，哇！我諗2個禮拜賣完啦，呢啲水貨又係買一送一，69蚊2隻，34個半，生蠔48蚊200克啊！呢個係 Sesame Grey 嘅，呢個係大家多多幫襯。賣月餅係2012年開始嚇，係足足賣咗13年，從來早鳥價都係200幾蚊嘅，220幾蚊。今年我76歲生日個早鳥價係定到你唔信嘅，超特價，我哋賣呢個價錢，呢個係咁大家快啲訂喎！呢個雙黃白蓮蓉188蚊，純本地製造，不含添加劑嚇。呢個迷你198蚊，仲我哋特別研製一隻迷你嘅開心果喎，大家知開心果幾名貴啊！麻薯月餅喎，248蚊嗱，未曾試過 under 220蚊嘅，真係未曾試過嘅。第一年出就係280幾蚊，早鳥220幾蚊。今年其實呢啲香港做係有限嘅啫，你快啲訂下。咁今年呢，呢個文蛋柚啊，台灣啊揀啲最靚嘅俾大家3公斤208蚊，即係中秋節唔食文蛋柚點得咯？呢個就係大家快啲訂月餅喎。